婆婆为了省钱，险些害我们一家丢了命，给公公吃剩海鲜饭，导致老爷子上吐下泻，只能去洗胃。给我用从垃圾桶捡来的卫生巾洗了晒，害我得了妇科病。不得已，我自己买药清洗，他又偷偷往药里加洗衣液，说能多用几次。我和老公哭诉，他一脸无所谓，妈也是好心，别和老人计较。既然他体会不到我的苦，就让他也尝尝这滋味。第二天，我翻出冰箱里放了1年的僵尸肉，又刮了点抽油烟机的废油。妈，用这个给小亮做点炸肉饼吧，省钱还营养。果不其然，当晚老公吐得昏天黑地，倒在一堆呕吐物里。我淡定地拨了120，心想这只是个开始，日子还长着呢。以前日子苦，1块钱恨不得掰成好几块花，这能理解。可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婆婆还是改不了过度节省的毛病。家里明明有洗衣机，她怕费电又费洗衣液，非得手洗，结果手洗的冻疮都复发了，还跟我们念叨累得不行，没时间歇着。饭店剩的1碗海鲜饭，也不知道她从哪学来的酸碱中和知识，加了小苏打就给公公吃。公公吃下去后上吐下泻，直接打120送去医院洗胃急救。公公在世的时候没少被这些事儿折腾，他走了，我都跟着松了口气。哪晓得我却忘了多为自己操心。最近我总觉得身体不得劲，偏偏是隐私部位出问题，怪难为情的，不好意思开口。工作又忙得不可开交，就想着等忙过这阵儿再去医院瞅瞅。我跟老公说了，老公说身体重要，得早点陪我去医院。结果在饭桌上，婆婆阴阳怪气的来了句：年轻人身体咋这么差，那儿咋会不舒服，天天洗澡洗半天，也不知道浪费多少水电。我直接对回去，讲卫生才能少生病。要不是我之前坚持换了那生锈发绿的莲蓬头，大家还得皮肤过敏多久呢？婆婆自知理亏，狠狠瞪我一眼，不吭声了。到医院一查，大夫说细菌感染了，让注意私处卫生，还开了好些洗剂药剂。我挺庆幸之前换了那锈的不成样的莲蓬头，心想着往后注意卫生，调理就行。可没想到这病比想象中难缠，按医嘱调理了1个月，情况还是不乐观，一点没好转。婆婆还天天在旁边说风凉话，我看你也别买那些贵巴巴的药了，根本没用，净浪费钱。你看我活这么多年，啥事儿没有。想起她之前干的那些奇葩事儿，我不由就怀疑到她头上，还真让我逮着了。连着蹲守几天，有一回上班途中折返回家，就瞧见他正偷偷往我洗剂里掺东西。妈，你干啥呢？我气得够呛，语气自然好不了。证据摆在眼前，他没法狡辩，才吞吞吐吐地说：你这药太贵了，1瓶洗不了几回，我就加点自来水，能省着用。加了自来水，药效还能剩多少？妈，我这病都1个多月了还没好，你天天催我生孩子，病不好我咋生？我知道跟他多掰扯没用，干脆拿生孩子堵他的嘴。我一把夺过洗剂，凑近一闻，一股又怪又熟悉的味儿直往鼻子里钻。妈，你还加了啥？没加。没加啥？他那心虚的模样太扎眼了。我又气又笑，行，你不愿说，没事，我待会儿就花钱去做检测，看这里头到底有啥。他扑上来想抢瓶子，可他个子小，根本抢不过，只能干着急。就酸碱中和嘛，我就加了1丁点儿。洗衣液又是他那套酸碱中和的歪理。他灰溜溜的走了，嘴里还嘟囔：就你事儿多，半天怀不上孩子，还净挑刺儿，
倒赖我头上。我还不是为这个家好，我儿子挣钱多不容易，都让你花了。我气得直接把卫生间的瓶瓶罐罐全摔了，怒吼道：我在这家里挣的钱也不少，我想咋花就咋花。沐浴露、洗发水和洗剂稀里哗啦全掉地上，没盖紧盖子的，淌了一地液体，肥皂也滑进了蹲坑水池。哎呦，老天爷啊！你咋这么糟践东西？他一下大哭起来，跪在地上，手忙脚乱的想把东西收拾回去。夜里，我跟老公说了这事，他满不在乎。妈也是好心，我下次找他唠唠。我心里满是无奈，我心里透亮，她不会跟婆婆对着干的。结婚后我才晓得，老公是婆婆收养的，婆婆孩子不止一个，可没一个愿意留她在身边。以前我还觉得老公人好孝顺，等跟婆婆一块过日子，我才明白她亲生的孩子为啥都不愿接她过去赡养。我只好去医院重新开了洗剂，又买了些新药，一股脑全藏在房间柜子里。没了婆婆捣乱，这病没几天就好了。我本以为这事就这么翻篇了，哪成想这病跟阴魂似的，又缠上我了。上班的时候，同事们交头接耳，都说老是能闻到附近有股怪味。我夹紧双腿，可味儿还是止不住，只能红着脸跟主管请病假，跑去医院。医生一检查，发现又有炎症了。我差点崩溃，满心的无助和惶恐，把我裹了个严实。我都这么小心了，咋还能染上病？医生一听我住幸福小区，一下子明白了，你卫生巾是不是在楼下一联超市买的？一联超市是咱小区附近挺大的一个超市，我卫生用品除了网上买，日用品平时也常去那儿采购。你不知道你们小区有人曝光一联超市卖假卫生巾的事吗？网上都传得沸沸扬扬的，我都刷到过短视频。我赶紧查相关信息，果不其然，看到打假三无卫生巾的新闻。回家后，我把从这超市买的卫生巾全扔了，把剩下的卫生巾信息仔细核对了一遍，确认不会再出问题。我还偷偷在家装了个摄像头，实在是被那节俭过头的婆婆吓怕了，真怕她再搞出什么乱子。没想到还真又让我开了一回眼界。没想到婆婆竟然把小区里别人扔掉的卫生巾都捡了回来。前2天大雨，她就在客厅里把一片片卫生巾撕开，拿到阳台晒干，再折好塞进我的抽屉。看样子这事儿她可不是头一回干。我把那些东西一股脑全都搂出来，当着老公的面假装哭了起来。我同事天天笑话我，说我身上有股味儿，还问咱俩是不是得了啥病。我在单位被多少人笑话，你知不知道啊？听完我的话，老公脸色变得不大好看，婆婆也傻眼了，刚想挤眼泪的眼睛，这会儿直勾勾的瞪得老大，嘴巴张也不是，闭也不是，好半天，她才干巴巴的开口：我不知道啊，真不知道这会得病。那超市楼下扔的卫生巾，看着都干干净净的，有霉点的我还用8、4泡了，又晒干了，生虫的我也放太阳底下晒热消过毒了。咱们以前哪有这东西用啊？都是拿块破布，脏了洗洗，洗了脏，也没生过病呀。你身体不好，可不能光赖我头上。你看看你，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这也要怪我。婆婆从一开始的心虚，慢慢变得理直气壮，说到孩子的时候，腰杆都快挺到天上去了。她铁了心，觉得自己没错，所有错都在我这个生不出孩子的儿媳妇身上。我红着眼看向老公，他一声不吭，低着头，客客气气的把婆婆哄出了房间。听着老公哄他妈的温柔语调，
再想起同事们互相使眼色的模样，我彻底寒了心，当着他俩的面，把家里客厅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陈洪亮，咱们离婚，我可受不了你家这太上皇了。我冲出门，坐在小区长椅上，回想起从前和陈洪亮一起打拼的日子，心里一阵发酸，眼泪止不住的顺着脸颊往下淌。想当初他是个农村小伙儿，我家是城市户口，我爸妈去世前那几年一直不同意我俩在一起，到最后才勉强松了口。可我就看中他孝顺有爱心，他家3个哥哥结婚盖房缺钱，行，我不要彩礼，还掏钱帮他家盖房子。他3个哥哥在农村都不愿养老人，我就提议把老人接到身边赡养，天天起早贪黑照顾生病的公公。这7年了，我确实没生孩子，可家里的事儿我哪样不尽心，从来没抱怨过。可婆婆天天搞那些奇葩事儿，搅得我日子都没法正常过。只要她拿我生不出儿子这事儿说事，我就好像矮人一头。要不是陈洪亮从没因为这事儿给我甩脸子，我真没法忍到现在。想到陈洪亮一直以来对我的温柔，我突然又心软了。刚刚发那么大火，连电视都砸了，婆婆指不定得多心疼呢。我还说了离婚的话，我心里直怪自己太冲动。婆婆虽然节俭的让人反感，可陈洪亮一直以来真算得上是个好老公。我打开手机上的监控，想瞧瞧婆婆气消了没。妈，我跟你说了，你让着点礼情，别老贪这种小便宜，把她惹不高兴了。陈洪亮冲他妈发火了，我心里顿时一暖，总算是见他站我这边一回，无奈的苦笑一下，抬腿往家走。那家过日子没个磕磕绊绊的，好多老人都有过度节俭的毛病，大不了我再让他就是了。可紧接着他们后面的对话却像一道雷劈下来，惊得我定在原地，浑身抖个不停。这房子还在他名下呢，咱们又没法抢过来，都住在这儿，你要是被他赶走，我可护不住你。你也知道得无精症的人是我好不容易花大价钱在医院弄了份他的假报告，要是真离了婚，上哪儿找这么个傻女人伺候你？这儿房价多贵你又不是不清楚，到时候咱们去哪儿？你还想回乡下看3个哥哥的脸色？为这点小钱，陈洪亮把几片卫生巾甩到他妈脸上，怒喝道：你也是越老越糊涂了，这点小钱和在城里租房子住的花销，哪个多？你都不会算。后面他还说了啥，我已经听不进去了。夜里的风一吹，我冷得直打哆嗦。这7年里，有多少个白天，我因为生不出孩子焦虑的大把掉头发，天天喝中药，又有多少个夜晚，我从梦中哭醒，发现枕头都被泪水浸湿，睁眼到天亮。我有多喜欢孩子，陈洪亮你会不知道。不能为心爱的人孕育孩子，我心里有多愧疚，陈洪亮你会不清楚。可看着视频里那张陌生又狰狞的脸，还有婆婆唯唯诺诺的模样，我彻底明白了，她心里门清，无非是她和他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把我骗得晕头转向，就利用我的愧疚，让我心甘情愿给他们当牛做马。好啊，你们不是爱演戏吗？那我就奉陪到底。我一进家门，母子俩已经把屋子收拾妥当了。陈洪亮拉着我的手，说和婆婆好好谈过了，下回一定改掉过度节俭的毛病。婆婆低着头应了一声，可一抬头，眼神还是那么阴毒的瞅着我。哎呀，我刚才太冲动了，我知道婆婆也是为咱们家好，咱家又不富裕，节俭点是对的呀。我这话一出口，婆婆张秀兰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脸上也有了笑容。
我就说晴晴心眼好，能容忍，虽说生不了儿子，可到底还是能理解我。前一秒还低眉顺眼的人，这会儿像只斗胜的老母鸡，得意洋洋。陈洪亮又温柔的哄我：晴晴，咱家有你是最幸运的事儿。哼，放心吧，有我确实会是你们俩最幸运的事儿。明天陈洪亮要在单位做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个人业绩汇报，所以今晚回来的晚些。张秀兰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嘴里念叨着要给儿子做顿好吃的，好好补补营养。我把冰箱里冻了好久的僵尸肉翻出来，说道：妈，别忘了冰箱里还有肉呢，再放着该浪费了。张秀兰一拍脑袋，乐开了花。对对对，瞧我这记性，晴晴果然懂事了，知道勤俭持家了。我笑着接过刚买的新鲜肉，不动声色的和那冻了许久的肉调换了一下，还是妈教导有方呀。张秀兰一听这话，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子了。我又指了指抽油烟机，提议道：妈，这抽油烟机上的油攒得够多了，正好晚上给小亮炸2块肉饼，让他补补气力。张秀兰拿着铲子刮着抽油烟机里黑乎乎、黏糊糊的油，应和着：跟我想到一块儿去喽。冰箱里之前还剩些海虾，小亮也爱吃，你拿出来，我一起炸一炸。我答应的格外爽快，全然没了以往为了家人健康和他争执顶嘴的劲儿。我出门到小摊贩那儿买了半边西瓜，拎回家。妈，我看外面西瓜卖的便宜，就买了半边，到时候给小亮润润嗓子。张秀兰点头说好，让我放冰箱里冰镇一下，待会儿吃着更爽口。吃饭的时候，他特意把肉菜和海鲜都挪到陈洪亮座位跟前，我面前就只有前天剩下的半盘青菜。陈洪亮一回来，瞅见满桌的肉菜、炸物，还有冰镇西瓜，吃的那叫一个开心。到了半夜，他肚子疼得嗷嗷叫，哆哆嗦嗦喊了我半天，我佯装熟睡，没搭理他。直到一股刺鼻的呕吐物气味钻进鼻子，他那微弱的像蚊子哼哼似的声音彻底没了，接着扑通一声，整个人倒在一片狼藉之中。我这才不紧不慢的起身，瞅了眼手机，才3点半。我故意捏着紧张的腔调，拨通了120。120来得挺快，我跑去敲响张秀兰的房门。妈，小亮晕倒了，我得送他去医院，你收拾下屋子。张秀兰看着晕倒的儿子，吓得大哭起来。怎么了？怎么了？我没理会他，任由他担惊受怕一整晚。在医院折腾了几个小时，陈洪亮被诊断出急性肠胃炎。晴晴，几点了？他一醒就急忙问我。10点了。我抬手看了眼手机，陈洪亮语气里满是惊慌。糟了，糟了，我的汇报会要错过了。可是你这急性肠胃炎还没好呢，医生说了不能有大动作。他急得不行，一把拔掉手上的输液管。我装作忧心忡忡地说：妈也真是的，明知道你今天有这么重要的会，昨天还非得省着那些油和肉，非要吃些不新鲜的，才把你害成这样。我赶忙把西装递给他，我知道这个会特别重要，提前让妈把家里的西装送来医院了。他感激地和我道谢，踉踉跄跄地走出医院，只剩下我一人在原地冷笑。中午陈洪亮病恹恹地回来家，一脸怒气，把厨房里的剩饭剩菜摔了个稀巴烂。妈，我的妈！他崩溃地狂吼，你知道我今天的会有多重要？昨天你求我回来吃饭，说外面饭菜不干净，结果呢？我今天会都差点去不成。他越说越崩溃，整个人都虚弱得很，脚步虚浮，晃晃悠悠。我上前扶住他，轻抚他的胸口。
张秀兰没有往日的理直气壮，腰弯的不像话，声音微弱：“怎么是我的错？你看看，吃东西大家都吃了，就你一个人病了，能怪我吗？看来我给他洗脑洗得颇为成功。”陈洪亮还没回来前，张秀兰在家急得团团转。我成功扮演着她最爱的儿媳形象，把锅都甩到别人头上。妈，别担心，你看看，小亮可能是外面吃坏了东西，我们都吃了，怎么就他一个病了？不会怪你身上的。我的安慰起了奇效，他也没了惊慌的神色。是啦是啦，大家都吃了，怎么就是他一个人出了问题？那肯定，老妖婆舍不得吃，晚饭全部都堆在儿子面前。我故意吃的很少，大部分吃的是自己做的凉拌菜，连陈洪亮大快朵颐的冰镇西瓜我都没有吃一口。那可是我下楼观察好久，用3.8块买下的苍蝇成群围绕的半边西瓜。冰镇西瓜，细菌加倍，好吃的嘞！这么多猛药下去，他不得病谁得病？这不，窝里斗的戏码在我意料之中的精彩。陈洪亮一把推开我，声音都在抖，我脸都丢光了。经理的位置肯定不会是我的。他把身上的西装裤唰的脱下来丢在地上，整个人陷入狂躁。我拾起裤子一看，强忍着憋笑，人怎么能闹出这么大的笑话？我强忍着笑意，举起那条沾着不明污渍的西装裤，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惊慌：“小亮，这怎么回事？”陈洪亮低头一看，脸色瞬间比病历单还要惨白。昨天他为了在汇报会上出风头，特意选了这条新买的定制西装裤，此刻却狼狈的像被拖进泥潭的抹布。他颤抖着手指，突然转身揪住张秀兰的衣领：“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故意把我裤子弄脏的？”张秀兰被勒得直翻白眼，拼命挣扎：“我怎么会？你吃坏肚子关我什么事？够了！”我突然大喝一声，将裤子重重甩在茶几上，震得水杯里的水都溅了出来。你们一个是我丈夫，一个是我婆婆，天天在我面前演戏不累吗？两人瞬间僵住，陈洪亮的手还保持着揪衣领的姿势，张秀兰的嘴巴半张着，活像2只被点了穴的青蛙。我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叠医院缴费单和检查报告复印件，一张张拍在桌上，纸页撞击桌面发出清脆的声响。陈洪亮，这3年你带我去的不孕不育专科医院，根本就是你表舅开的黑心诊所。我指着缴费单上密密麻麻的数字，那些用红笔圈出的异常金额在阳光下格外刺眼。每次检查费、治疗费上万，原来都进了你们家的口袋。我又甩出一沓银行流水，每一笔转账记录都清晰标注着收款方是陈洪亮的表舅。张秀兰的脸刷得变得煞白，陈洪亮则像被抽走了脊梁骨，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7年的委屈化作冰冷的笑意。玩得开心吗？这7年，我为了所谓的不孕喝了多少苦药，你们心里清楚的很吧？晴，我错了。陈洪亮突然扑过来，抱住我的腿，鼻涕眼泪呼了我一裤腿。我当时太害怕失去你，才出此下策，害怕失去我。我一脚将他踹开，高跟鞋精准地踩在他手背上，他痛得惨叫出声。那你妈用垃圾桶里的卫生巾害我妇科病的时候，你怎么不害怕失去我？用假报告骗我做了3年不孕治疗的时候，你怎么不害怕失去我？我扯开衬衫领口，露出锁骨下方因为长期喝中药留下的褐色药斑，这些痕迹都是拜你们所赐。张秀兰突然像发了疯的母狼般扑过来，你个扫把星，要不是你生不出孩子，
我儿子至于这么辛苦吗？他的指甲直奔我的脸，我早有防备，侧身闪过，顺势抓住他的手腕，用力一拧。啊！张秀兰惨叫着跪倒在地，我居高临下的看着她，还想动手。知道我这7年为什么这么能忍吗？因为我早就找人调查过你3个儿子。我故意停顿，看着2人惊恐的表情，慢慢从包里拿出一叠文件，文件袋上贴着周明山挪用公款案、周海山赌博债务明细等标签。你大儿子挪用公款正在被调查，2儿子赌博欠了一屁股债，3儿子的老婆正闹着离婚，要分房产。怎么样？要不要我把这些资料寄给他们？陈洪亮的嘴唇都在发抖。你什么时候？从你妈用洗衣液掺进我洗剂那天起。我冷笑一声，拿出手机，翻出和他老家亲戚的聊天记录，一条条语音外放出来。张秀兰在语音里得意地说，等把那赔钱货熬走，村长家闺女陪嫁的半套房够咱家东山再起。我又调出手机相册，里面存着张秀兰在垃圾站翻找卫生巾的偷拍视频，她佝偻着背，将发霉的卫生巾塞进编织袋的画面令人作呕。客厅里死一般寂静，只有张秀兰粗重的喘息声。我慢条斯理地坐下，翘起2郎腿。现在有2条路：第一，你们立刻从我房子里滚出去，我可以当这一切没发生过；第二，我故意停顿，看着2人惊恐的眼神，我会把这些证据送到你3个哥哥手里，让他们好好评评理。哦，对了，你公司财务总监是我大学同学，他早就帮我整理好你贪污公款的证据了。爹，陈洪亮像条哈巴狗似的爬过来抱住我的腿。我选第1条，我马上就搬。等等，我一脚踩住他的肩膀，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那是经过公证的婚内财产协议，先把这个签了。房子、车子、存款都是我这些年辛苦赚的，你1分都别想带走。哦，对了，还有这个。我又拿出一张诊断书，我上周去做了全面检查，医生说我各项指标正常，随时可以怀孕，所以不孕的到底是谁，大家心里都清楚吧？张秀兰突然像被抽走了魂魄，瘫坐在地上喃喃自语，不可能，不可能。陈洪亮则机械的签完字，连滚带爬的回房间收拾东西。我看着他们慌乱的样子，心中的怨气终于消散了一些，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我打开手机，联系了陈洪亮公司的 HR 和几个重要客户。我将精心整理的证据文件夹发送过去，里面不仅有他利用职务之便把项目外包给自己表哥公司的合同、聊天记录，还有他收受贿赂的隐秘录音。为了拿到这些证据，我偷偷在他的书房安装了微型摄像头，在他的车里放置了录音笔，整整半年的蛰伏，终于等到了复仇的时刻。不出3天，陈洪亮就丢了工作。当他红着眼来求我帮他说情时，我正坐在新装修好的房子里，喝着现磨咖啡。落地窗外阳光明媚，而他的影子被挡在防盗门外，显得格外渺小。晴晴，我错了，你帮帮我，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他拍打着门，声音里带着哭腔。我慢条斯理地打开门，将一份快递甩在他脸上。这是离婚协议，签了吧？对了，你妈在小区里捡垃圾的样子，我都拍下来了。要是你敢纠缠，我就把这些照片做成海报，贴满整个小区。还有，你表舅的诊所已经被我匿名举报，卫生部门正在彻查。陈洪亮呆立在原地，脸上血色尽失。他伸手想抓住我，却被我无情避开。
看着他失魂落魄离去的背影，我拨通了张秀兰另外3个儿子的电话，将他们母亲这些年的恶行和盘托出。1个月后，我顺利拿到离婚证。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开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开业那天，张秀兰带着几个泼妇来闹事，他们举着写有狐狸精克服命的纸牌，在店门口大吵大闹。我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机报警，又让店员打开监控录像，录像里清晰记录着张秀兰在我店里偷藏蟑螂，企图诬陷我卫生不达标。警察带走他们时，张秀兰还在破口大骂，而围观群众的指指点点成了我复仇乐章里最动听的音符。凭借着专业的服务和良好的口碑，公司很快就在本地站稳了脚跟。我推出了高端家庭健康管理服务，聘请专业医护人员为客户提供健康指导。这个创意吸引了无数高收入家庭。为了打击张秀兰的嚣张气焰，我特意在小区里举办免费家政清洁活动，看着她眼巴巴地想蹭免费服务，却被工作人员以有偷窃前科拒绝，我心中说不出的畅快。3个月后的同学聚会上，我穿着定制的礼服惊艳亮相。曾经看不起我的同学纷纷围上来献殷勤，而我只是优雅地抿了口红酒，目光扫过人群。在角落里，我看到了陈洪亮，他穿着皱巴巴的廉价西装，头发油腻，正躲在角落里偷偷看着我。我走过去，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后悔吗？他猛地抓住我的手，晴晴，我知道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嫌恶地甩开他的手，从包里拿出一张请柬。下个月我结婚，新郎是我大学时的初恋，他现在是上市公司的总裁。对了，听说你现在在送外卖，正好，到时候记得来给我送花，我会多给你好评的。我故意提高音量，周围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陈洪亮，他的脸涨得通红，在众人的窃笑声中落荒而逃。婚礼当天，我穿着价值100万的婚纱，挽着丈夫的手步入礼堂。突然，门口传来骚动，陈洪亮和张秀兰混在宾客中想闯进来，保安眼疾手快将他们拦住。我走到门口，看着2人狼狈的样子，我说过会给好评的。我掏出手机，当着他们的面给陈洪亮的外卖订单打了1星差评。对了，你3个哥哥已经和你断绝关系，你妈在老家被人追债，现在在桥洞底下住着呢。1年后，我的公司越做越大，还专门设立了女性帮扶基金，资助那些在婚姻中受到伤害的女性。我经常受邀参加公益讲座，讲述自己的故事，鼓励更多女性勇敢维权。而陈洪亮和张秀兰灰溜溜地回了老家，听说每天都被债主追着跑。有人拍到张秀兰在菜市场捡烂菜叶，被摊主追着打骂。陈洪亮送外卖时出了车祸，瘸了1条腿。偶尔在老家的亲戚口中听到他们的消息，我只是淡淡一笑。现在的我，有疼爱我的丈夫，有可爱的宝宝，还有蒸蒸日上的事业。我们搬进了海边的别墅，落地窗外就是无垠的大海。每当夕阳西下，我和丈夫牵着蹒跚学步的女儿在沙滩上漫步，听着海浪的声音，感受着温暖的海风。那些曾经的伤害与背叛，都成了我脚下的垫脚石，让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终于明白，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靠委曲求全换来的，而是要敢于反击，勇敢地为自己而活。